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的给我一个 like。8岁的孙女睡觉不脱衣服，奶奶很奇怪，她掀开孙女的衣服一看，竟然吓得马上报警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张阿姨今年57岁，她有个孙女叫小翠。小翠今年8岁了，是个命苦的孩子。小翠的父母结婚3年后才怀了她，但是小翠的母亲在生产时因为大出血导致难产，当场就去世了。医生为了保住小翠进行了剖腹产，硬生生的把小翠从妈妈肚子里取了出来，这才算是保住了她的性命。因为小翠的爸爸妈妈感情特别好，对于小翠母亲难产去世这件事，父亲始终难以接受，情绪异常低落，整天就是借酒消愁，无所事事。毕竟2个人恋爱6年，结婚3年，整整相爱了9年才修成正果。尽管当时双方父母都特别反对，但2人一直坚持，才始终走到了一起。结婚后，因为夫妻俩多年没有孩子，小翠的爸爸便带着妻子四处求医，受尽了亲戚朋友的冷嘲热讽。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，2人最终有了宝宝。本以为生下孩子，一家3口就可以幸福的生活了，没想到难产却夺走了妻子的性命，只给他留了个女儿。自从孩子出生后，小翠的爸爸只要看到女儿就会落泪。很多人说小翠的爸爸可能精神不正常，其实不是这样，他只是想念妻子，难以接受他的离开。小翠父亲现在的精神状态，他根本没有抚养女儿的能力，因此照顾小翠的任务就落在了奶奶的身上。从小翠出生起，就一直都是奶奶给她喂奶粉，奶奶几乎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小翠，总算是辛苦的把小翠养大了。慢慢的，等到小翠年纪大了，学会说话之后，奶奶总是嘱咐孙女多跟爸爸说说话，多陪陪爸爸，让爸爸的精神慢慢缓和一点。有了女儿的陪伴和欢声笑语，小翠的爸爸心情慢慢好起来了，精神状态也更好了。女儿长得很像已故的妻子，他也看着女儿越长越大，心想不能再这样了，这么懂事的女儿，我怎么忍心让她享受不到父爱呢？于是他决定出去好好打工，多挣点钱，给女儿带来美好生活。因为小翠的奶奶当时手里还有点积蓄，就把钱全部给了小翠的父亲，让他投资做生意。小翠爸爸是个很聪明的人，他拿这笔资金投资开了一家工厂。刚开始时效益不是很好，但他一直咬牙坚持着，到处应酬，到处谈生意，终于接下了一个个订单。随着订单一批批的完成，小翠爸爸的能力得到了越来越多客人的认可，单子也变得越来越多。虽然工作很辛苦，但一想到家里的女儿，他就咬紧了牙关继续坚持。他心想，如果我不拼命，女儿未来的幸福和生活该怎么办？我一定要让我的女儿过上好日子才行。好在小翠爸爸的工厂生意越来越好，一切困难都挺了过来。慢慢的，随着工厂的效益越来越好，他们的生活开销基本没有问题了。小翠也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。创业成功后，单身的小翠爸爸成为了村里有名的香饽饽，亲戚朋友、街坊邻居都开始陆陆续续给小翠爸爸介绍对象。起初他都一一拒绝了，他觉得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来的，不想再找了，还怕找来继母对孩子不好，虐待孩子。但是小翠奶奶觉得儿子还年轻，不能一直这样一个人，而且小翠还这么小，如果有个人能帮自己的孙女弥补这么多年缺失的母爱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坏事。她想只要儿子看重的，能够一心一意接纳孩子的，她都能够接受。于是劝小翠爸爸趁早再找一个。他对小翠爸爸说，趁着我现在身体好，
假如你们以后有了孩子，我也还能帮忙带带，让小翠有个弟弟妹妹也不错。现在很多生二胎的人，不都是40岁才有第2个孩子吗？至于小翠，你可以放心，她是我的孙女，我肯定疼她的。你也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小翠父亲听到奶奶这一说，心里确实轻松了不少。他单身了这么多年，也确实不能再沉浸在失去妻子的悲痛之中了。他也应该走出来，迎接新的人生。于是他就开始接受别人的介绍。有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认识了小翠的继母。继母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女人。刚开始认识那会，小翠爸爸直接告诉他，如果你能接受我已经有一个女儿，而且你愿意对她好，不管什么条件你都能提，多少彩礼都不是问题。因为小翠的父亲当时事业有成，有车有房有存款，很多女孩都想嫁给他，这个黄金单身汉。只是他一直有这样一个要求，那就是必须对他的女儿好。继母当即表示愿意接受，还说自己一来都特别喜欢小孩子。小翠的爸爸看中了继母的温柔善良，觉得她肯定会对女儿好。很快两人就结婚了。当时小翠爸爸给了继母50万元彩礼，婚礼一点也不像二婚，办得十分隆重，给足了继母面子。结婚后，小翠的爸爸并没有听奶奶的话，再要有个孩子，因为他怕有了孩子之后，继母会对女儿区别对待，毕竟人都是偏心自己亲生的孩子，继母肯定也不会例外。后来小翠要上小学了，小翠爸爸就想让孩子到城里跟他一起住，这样自己也可以好好照顾他。毕竟奶奶没啥文化，辅导一些作业也辅导不来。奶奶知道后有些不放心，也就跟着儿子一起搬到城里生活。奶奶每天负责接送小翠上下学，给她做饭。爸爸偶尔回家帮女儿辅导作业。碰到爸爸工作比较忙的时候，就由继母给孩子辅导。小翠奶奶看着继母的孙女的确很不错，心里也踏实多了。继母的温柔贤惠也让小翠爸爸很欣慰，他坚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。这天奶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说小翠的太奶奶生病了，让她赶紧回去看一下。没办法，奶奶只能回去照顾自己的妈妈，留下的继母在家照顾小翠。因为小翠和继母相处得很好，两人每天都在家里玩闹。为了小翠的学习成绩，奶奶临走时还特意交代，多辅导一下功课，不能每天都在玩。小翠很高兴地和奶奶告别，说奶奶你放心吧，我在家一定会乖乖听话，妈妈对我很好。因为之前继母对小翠一直很好，所以把孩子交给继母照顾。小翠的爸爸和奶奶都很放心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奶奶回到村里拿东西，本来准备拿完东西就回村里的，但因为见到了宝贝孙女，很是高兴。再加上小翠也说很想奶奶，希望奶奶留下来住几天，多陪陪自己。为了不少孙女的信，奶奶就答应留下来。晚上吃完晚饭之后，奶奶就领着孙女去休息。小翠不脱衣服就上床了。奶奶问小翠，你怎么不脱衣服就上床啊？这样多脏啊，快来让奶奶帮你脱掉衣服。小翠连连拒绝奶奶，现在天冷了好多，我睡觉都不脱衣服的。没关系，就这样睡觉吧。听到孙女这么说，奶奶就没当回事，让她把外套脱了就睡了。后来她发现小翠洗完澡也赶紧换上睡衣，洗澡的时候也会特意把门锁上，不让奶奶进来，这让她感到特别奇怪。因为在此之前，奶奶还经常帮她洗澡，为什么这个孩子突然变得这么反常？这让奶奶非常好奇。那天晚上，奶奶趁着小翠睡着就帮她脱掉了衣服。她当时惊讶的差点尖叫起来，因为孙女遍体鳞伤，特别是胸口青一块紫一块的，连大腿都有捏过的痕迹。奶奶第一反应就是孙女一定在学校被欺负了，
他又心疼又生气，但看着孩子已经熟睡，就没忍心叫醒他。那天晚上，奶奶彻夜未眠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翠醒来，奶奶抱着小翠就哭了：“孩子，你身上是怎么了？怎么都是伤？”小翠摇了摇头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只是不小心撞到了，没什么关系的。”奶奶明显感觉不对劲，这么严重的伤，怎么可能是不小心撞到的呢？孙女一定有事在瞒着自己，因为小翠从小就不喜欢撒谎，每当她不敢看奶奶眼睛的时候，就一定是在撒谎。在奶奶的一再逼问下，小翠终于说出了真相，说在妈妈给她辅导作业时，她不能马虎，要不然就捏她胳膊掐她大腿，还抓着她胸口不放，一个错题就要被惩罚。小翠还说妈妈不让告诉爸爸，如果爸爸知道，下次会掐得更厉害。听到这里，奶奶赶紧给儿子打了电话，让他马上回家解决这件事。到了家里，小翠爸爸看着女儿这么可怜，内心很自责，他立即打电话叫来了继母，二话不说直接打了他2个耳光。继母还想解释些什么，可小翠爸爸根本不想听。你什么都不用解释，你自己离开这个家就行。继母还想狡辩说是小翠自己不听话，她只是轻轻掐了几下，也是为了教育孩子，只是没想到下手重了一点。小翠爸爸看到女儿浑身的伤，差点气得动手打继母。冷静下来之后，小翠爸爸决定与继母离婚，而继母则表示离婚可以得到分家产，不然就打官司。但奶奶此时却慌了神，于是劝儿子结成婚姻不容易，你把小翠送回我那里吧，让我亲自带，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。而事后继母也妥协了，哭着表示不会再那样子了，祈求小翠爸爸能够原谅自己，不要离婚。小翠爸爸犹豫不决，不知道是该听奶奶的话，继续和继母生活，还是选择离婚。大家觉得小翠爸爸要不要离婚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